全世界最美的10种观赏草。平凡无奇的小草，也能拥有惊艳世界的美丽。从绚丽的地肤草到柔美的羽毛草，路边的野草经过精心种植，也能成为花园里的主角。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为您介绍10种因美丽而闻名的小草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点赞并留言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现在我们开始吧。第10种，粉带乱子草。远观如雾霭缭绕的粉红仙境，近看则像无数细碎的星芒。这种令人惊艳的粉色植物叫做粉带乱子草，它是一种多年生禾本科草本植物，原产于北美地区。这种草在春季或夏季时看起来和普通的绿草并没有多大区别，不过到了每年9月至11月，粉带乱子草便会迎来盛花期。此时，它的顶端会簇生出数千根微小的花穗，每个花穗约2至3毫米，众多粉色的细小花穗密集地排列在一起，整片草丛便会如同被晚霞浸染的粉色云雾，细长的草穗在风中摇曳，如同翻涌的粉色浪花。由于这种植物的颜值出众，因此它常被用在城市绿化或者公园造景，许多人也会将它种植在自家庭院中。它能与其他观赏植物搭配在一起，形成层次丰富的独特景观。尤其是在大面积种植时，粉带乱子草常能营造出一片梦幻而唯美的景色，因此这种植物深受园艺爱好者的喜欢。第9种，地肤草。有一种草既不开花也没有香气，却能以独特的美丽征服人心。这种草叫做地肤草，也被称为扫帚草或者红叶地肤。地肤草是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属于梨科地肤属，它的植株高度可达2米左右。在生长初期，地肤草的叶子为鲜绿色，不过到了秋季，随着气温下降，它的叶片会逐渐变为明黄或橙红色。最神奇的是，每棵地肤草的变色时间并不相同，因此整片地肤草便会形成无数红黄交织的绚丽色块。当微风吹过，一颗颗如同绒球般的地肤草随风摇晃，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精灵在聚会。这种独特的美丽使得地肤草成为园林景观中的新宠。在一些公园或植物园里，成片的地肤草吸引着无数游客拍照留念。除了观赏，在中国北方的一些乡村里，晒干后的地肤草还常被用来制作扫帚，它的嫩叶还能作为蔬菜来食用。而且地肤草的种子就是传统中药中的地肤子，具有清热利尿的功效。第8种，矮蒲苇。在观赏植物的大家族里，蒲苇是浪漫与野性的化身，它犹如银白色的羽毛瀑布，让人一见倾心。矮蒲苇则是普通蒲苇的矮化园艺品种，它属于禾本科蒲苇属，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原产于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等地。它的茎秆粗壮挺拔，叶片修长且密集，与高达3-4米的普通蒲苇不同。矮蒲苇的高度约为1至1.5米，它既保留了普通蒲苇羽毛般的穗子，又不会过于高大，非常适合庭院装饰以及园林造景。矮蒲苇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花序，进入秋季之后，它的顶端会抽生出巨大的圆锥形花序，这些花序由无数细小的花朵紧密排列而成，初开时为淡雅的银白色，远远望去，如同一片轻柔的羽毛飘落在草丛之间，微风吹过，花序轻轻摇曳，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。而且进入深秋之后，它的花穗还会变得更加蓬松而饱满，密集的柔美花穗在光影中呈现出银白色的温暖光晕。这种细腻的质感使得它在花艺和摄影中都有很强的表现力。而且矮蒲苇还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和抗逆性，它耐寒耐旱，易于养护，因此无论是种植在庭院或公园，还是作为切花装饰房间，矮蒲苇都能凭借独特的魅力和优雅的姿态，为环境增添一份柔美与浪漫。第7名，兔尾草。有一种草既不高大也没有独特的色彩，它凭着一颗毛茸茸的小尾巴俘获了许多人的心。这种草就是兔尾草。兔尾草是一种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禾本科植物，它的身材小巧，株形纤细却充满活力。这种草的植株高度仅有30至60厘米，细长的绿叶簇拥着顶端那团最具标志性的花穗。每年春夏时节，饱满的穗状花序从叶丛中抽出，
这些圆润的花穗上覆盖着一层细密而柔软的白色或浅褐色绒毛，每个花穗的长度约为2至4厘米，摸起来毛茸茸、软绵绵的，远远看去就像一只只竖起耳朵的小兔子藏在草丛之中。而且兔尾草不仅模样讨喜，适应能力也非常强，它既可以种植在庭院的角落，也可以作为盆栽摆放在阳台，成片种植时可以形成一片毛茸茸的波浪。而且兔尾草即使干燥后，它的绒毛也依旧非常柔软，因此它既可以作为插花摆在室内，也常被用于花艺装饰和制作手工艺品。如果你想拥有一片充满童趣的植物景观，也可以种上一片兔尾草，让它用毛茸茸的尾巴为你编织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。第6种，香根草。香根草是一种非常知名的观赏草，它属于禾本科香根草属，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原产于日本本州岛的香根山区，因此被叫做香根草。香根草的叶片细长扁平，如同绿色的丝带，边缘还带有细微的锯齿，当微风拂过，整片草丛便会像波浪一样层层起伏，看上去仿佛能读懂风的语言，所以香根草也被叫做知风草。它原生于湿润的山地森林环境中，喜爱半阴湿润且排水良好的土壤。在潮湿的山林中，它常常会蔓延成一片柔软的绿色海洋。到了秋季，它的叶片会变为金黄、橙铜色，能为静谧的景观注入一种流动的节奏感。即使到了冬季，叶片枯黄，也依然能保持优雅的垂坠形态，仿佛在沉睡中等待来年的风声。这份灵动感使得香根草在园艺界享有极高的声誉，也被称为最具诗意的观赏草。无论四季如何变化，香根草就像一位优秀的舞者，它以风为乐，以草为姿，演绎着独属于自己的美妙旋律，让生长的土地也显得灵动而有故事。第5名，荻草。它没有繁花似锦的绚烂，却以素雅的姿态勾勒出独属于秋天的浪漫与诗意。它就是荻草。荻草属于禾本科荻属，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常出现在河岸或湖畔等湿润的地方。它的身姿挺拔，茎秆直立，高度可达2米。它的叶片狭长而扁平，边缘带有细小的锯齿。每年的9月至11月，荻草开始进入花期，圆锥状的花序细长而密集，无数白色或淡紫色的细小花朵簇拥在一起，如同一片片轻柔的云朵，微风拂过，如云似雾的花序轻轻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给萧瑟的秋天增添了一份灵动与飘逸。这种清冷而又不失温柔的美感，让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动容。在古人的诗词中，荻草常常承载着丰富的情感，白居易就用枫叶荻花秋瑟瑟来渲染离别的惆怅。除了美丽的花序，荻草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，它的根系发达，能够牢牢抓住土壤，以防止水土流失，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态修复植物。第4种，坡地毛冠草。坡地毛冠草是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它原产于非洲南部，植株高度通常为30至90厘米。它的茎秆纤细，叶片狭长，初看时平平无奇，不过夏季开花时，纤细的茎秆顶端会冒出一簇簇让人惊艳的穗状花序。这些花序初开时是淡雅的粉白色，之后则会逐渐变为粉红色或紫红色，看起来如同柔软的羽毛在微风中轻轻摇晃。而且它的花序还会散发出一种如同糖果一样的甜香味，因此这种植物也常被叫做糖蜜草。在园林绿化中，坡地毛冠草常被作为边界植物种植，它也可以搭配山石造景，在以绿色为主体的景观中，往往能营造出非常美丽的观赏效果，因此被园艺爱好者誉为最浪漫的观赏草。不过除了观赏，坡地毛冠草还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，它的根系发达，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，尤其适合坡地以及侵蚀严重的地区种植。而且这种植物营养价值较高，还是优良的牧草，特别适合牛羊等家畜食用。第3种，墨西哥羽毛草。墨西哥羽毛草也叫细茎针毛，是一种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多年生禾本科植物。它的植株高度通常约40到60厘米，叶片宽度仅1至2毫米，边缘略显粗糙，触感轻柔，
看起来如同被精心梳理过的发丝，整体造型轻盈而柔美，远远望去仿佛一团轻盈的薄雾。每年初夏，墨西哥羽毛草的细茎顶端还会绽放出羽毛状的银白色花穗，当微风拂过，那些纤细的叶片和花絮如同精灵一般舞动。在园艺界，墨西哥羽毛草被誉为精灵之草，是园艺中的氛围担当。它常与薰衣草、鼠尾草等植物搭配，能营造出野趣与浪漫并存的独特景观。而且，墨西哥羽毛草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，不需要过多维护就能茁壮成长。第二种，芒影大麦草。芒影大麦草也被称为松鼠尾草或虎尾大麦，是一种原产于北美的禾本科植物。它因独特而华丽的穗芒而闻名，是一种兼具野性与观赏价值的草本植物。这种草的植株高约30至60厘米。每年夏季，芒影大麦草抽穗时，看似普通的草丛便会展现出令人惊艳的美丽。它的花序柔长而蓬松，穗轴两侧长出无数细长的芒，犹如一团光彩夺目的羽毛。这些穗芒最初为淡绿色，随后会逐渐染上粉红或紫红的色调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的穗芒如同一片片轻盈的羽翼在随风摇曳。所有花穗常常朝着同一个方向下垂，姿态显得更加优美。即使到了冬季，芒影大麦草依然保持着一种独特的美感。在野外，这种草通常会出现在道路两侧或湿润的草地或农田边缘，而且它的生命力旺盛，并且耐旱，因此它常会成为入侵性杂草，对农作物造成一定威胁。不过，在园艺与景观设计中，芒影大麦草却能成为景观中的焦点，尤其在大面积种植时，随风摆动的穗芒宛如绿色的波涛，显得浪漫而富有诗意。有趣的是，芒影大麦草的穗芒上还带有倒刺，因此它常会粘附在动物的毛发上，被传播到很远的地方。不过，由于这种草的传播能力极强，很容易扩散成为入侵物种，因此大面积种植时应当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。第一种，蓝羊毛。蓝羊毛又名蓝羊草以及蓝剪骨蝇等，是一种原产于欧洲的多年生禾本科植物。它因独特的蓝灰色叶片而闻名，被誉为观赏草中的冷色精灵。与常见的绿色草丛不同，蓝羊毛以一种近乎金属般的蓝色冷调，成为花园与景观中的视觉焦点。它的株形低矮而紧凑，高度通常在20至30厘米之间，叶片细长如针，密集成团，形成整齐的半球形草垛。成片的蓝羊毛宛如一片湛蓝的海洋，显得静谧而优雅。到了初夏，蓝羊毛还会抽出纤细的花穗，它的花穗轻盈飘逸，颜色多为淡黄或浅紫，与蓝色的叶丛形成柔和的对比。花穗随风摇曳，像极了蓝色火焰上跳动的金色光点，使原本冷峻的蓝色画面也增添了几分灵动。蓝羊毛常被用作庭院铺垫、花茎点缀或者到路边坡上的绿化植物。它虽然没有花朵的张扬，也不靠香气吸引人，但是它却用冷色调的叶片以及整齐的姿态和四季常青的特质，展示出一种安静而高级的氛围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欢迎评论、按赞以及订阅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